有不少网友关心一个话题：韩红的性取向。先亮明我的立场，性取向是个人自由，我不歧视、不反对、不站队。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这不是疾病，我也坚决反对任何强行掰直同性恋的行为。此前我看到韩红本人已经多次辟谣，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本期视频我们从精准高效心理学的思维时空视角，科学、理性、客观、深入地谈谈我的理解，看完你自行判断。先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性取向是被内隐记忆层面的病理性记忆驱动的，那这种自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国外同性恋群体常说性取向是我的自由，这句话本身没错，但有一个问题，这种自由是被动式的还是主动式的？跟着感觉走，那个感觉就一定对吗？感觉本质上就是条件反射，是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所说的大脑系统一块思考背后的东西。我们在临床上颠覆性的发现，驱动大脑系统一的核心就是内隐记忆。你在不知不觉中做出的选择，其实是被内隐记忆里的病理性条件反射推着走的。过去科学界试图在基因里找同性恋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结论是不存在单一的同性恋基因。那真正的根源在哪儿？在内隐记忆层面的病理性记忆。只是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界没有深入到这一层，所以要么回避，要么无条件支持，却从未认真追问过一个人的性取向是否是被病理性记忆决定的。我们的临床实践颠覆性的发现，至少在我们遇到的案例中，同性恋的形成都与叠加性心理创伤有关。很多案例在处理完相应的病理性记忆后，恢复了主流性取向。这不是强行掰直，是病理性记忆修复之后，当事人自己重新做出的选择，是真正的自由。回到韩红，声明一下，我从未给韩红做过面诊，私下也没有任何接触，但我从内隐记忆层面系统化理解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1秒看透本质的能力。韩红此生为人就有内隐记忆，我不是从道德层面评判她的性取向，那既不妥当也不专业。关于韩红，有几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她没结婚，公开场合几乎从不穿裙子或女性特征明显的服饰，气质也少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征。这不是道德判断，是现象描述。影响韩红性取向的至少有3大因素：家庭、学校、社会。我从这3个维度展开9个角度，看完你自行判断。第一，韩红对生父几乎没有印象，而与继父有大量矛盾，继父必然给他造成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继父是男性，韩红童年期间对男性就缺乏好感。第二，韩红9岁孤身投奔奶奶，奶奶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奶奶是女性，保护她，温暖她，让她对女性群体有了天然的好感与依赖。第三，韩红初2就辍学了，没接受完整的中学教育，三观没在成长关键期稳定成型，她更容易被外界影响，社会环境和网络信息就成了她认知的主要来源。第四，韩红混京圈，这个圈子的特征是完全外归因，遇事都是别人的错。继父留下的创伤在圈子里被无限放大，认知被进一步扭曲，最终归结为都是男人的问题，甚至会觉得男人没好东西。第五，韩红走的是混社会的路子，接触了大量社会阴暗面，尤其是男性的阴暗面。京圈里臧天朔那种靠江湖义气混出来，最后因聚众斗殴被判刑的人，不断加深他对男性的负面印象。第六，韩红不断强化保护别人的心理。奶奶去世后，她说既然没有人爱我，那我就去爱别人。深层逻辑是她要成为保护者，而且拒绝别人保护自己。第七，韩红的体型偏胖，作为女性缺乏传统吸引力，这无形中强化了她对男性的疏离。第八，韩红撒谎成性，早年撒谎从未受过惩罚，变得越来越狂妄，产生无所不能的错觉。所以我对付你都不用脑子。第九，她接触过西方那套性取向自由的观点，但当他还没面对过自己内隐记忆里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时，这种自由只是被病理性记忆驱动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这让人想起哥哥张国荣，他在演唱会上公开告白唐鹤德后，遭遇铺天盖地的非议，那些非议给他造成了大量叠加性心理创伤。如果当年有人能深入他的内隐记忆层面修复那些创伤，也许悲剧不会发生。关于韩红的性取向，答案是什么？仁者见仁。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无论结论如何，都不能成为歧视的理由。我也再次声明，我们只接诊因抑郁症双向来就诊。
且本人同意探寻性取向相关病理性记忆的同性恋者不接单纯的同性恋者。我希望大众对同性恋者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也希望同性恋者去自我觉察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世界上最暴利的行业叫做慈善。这个视频可能很快就看不到了，因为今天我要揭秘7种方法，让慈善基金会合法的把善款装进自己的口袋。第一种叫调包，通常发生在深夜无人的仓库里。左边呢是混杂着防潮丸的旧衣物，右边是几千箱未开封的捐赠物资，里面是新的冲锋衣，那是给灾区搜救队的配额数量，但是明天装上车运到灾区的并不是捐赠的冲锋衣。慈善在这个房间里不是救济，是分配。几天后呢，这批捐赠的衣物奇迹般的回到了各大商场，高价挂售第二种叫高价采购，这是一个关于乡村阅读的捐赠计划，捐款资金合计有1000万，当然资金专项用于买书。按照明面上的规定，基金会可以提取 10% 作为行政管理费，也就是100万。工作人员开始制造合理开销，原价20元的二手书籍在你的报表里呢变成了采购价80元的精装本，而书籍的供应商竟然是工作人员的亲兄弟，这中间600万的差价就装进了工作人员的口袋。第三种叫晚宴操盘手，今晚宴会主题是拯救罕见病儿童，入场券10万元一张，灯光璀璨，香槟在水晶杯里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台下的明星正在声泪俱下的朗读募捐倡议书。今晚的总筹款额呢是3000万，但作为这场晚宴的幕后操盘手手里掌握着真正的账本，场地租金、明星的车马费、奢华的伴手礼、公关发稿费，总共耗资2000万。这2000万里很大一部分是以独家承办费的名义付给了操盘思想控制的公关公司，剩下的那1000万善款中还有500万要作为专项咨询费返还给几个最大的捐赠者。所谓的高级慈善不过是富人们洗白名声、合法避税和利益输送的社交派对。第四种叫采购操纵者，权力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货币不再是简单的现金，而是渠道和信息。工作人员呢，掌握着基金会最肥硕的资源，重大突发灾害的紧急采购权，某省发生洪灾，5000万的专项救援资金在他手里流转。操纵者没有选择市面上质量最好、价格最透明的防水帐篷供应商，而是把独家供货合同给了一家注册不到3个月的空壳公司，采购单价是市场价的4倍。他知道那批帐篷透水力严重超标，几天以后，操纵者的海外账户里悄无声息地进账了800万。第五种叫基金操盘手，操盘手作为核心董事会的决策者，深知真正的巨额财富从来不在那些零碎的捐款箱里面，而是留在留存资金的巨大水池里。基金会的账面上常年扒着200个亿，法律呢只要求每年拨付余额的 8% 用于公益项目，剩下的那180亿全在董事会的控制之下。他把这笔免税的巨款作为 LP 有限合伙人投给了一家顶级的私募股权基金。这家基金的背后是几位政界大佬的白手套。这笔钱在资本市场里翻云覆雨，暴力并购，高利过桥产生的巨额分红变成了完全合法的投资回报。
随后悄然进入了他们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不可撤销信托，没有任何监管机构能够摸清他们的底线，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规则的解释者。第6种叫避税架构师，富豪找到了架构师，捐款呢不是为了施舍爱心，而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商业帝国。架构师为富豪们量身定制捐赠者建议基金 DIF， 一个科技新规，把价值30亿的股票捐给架构师的基金会，瞬间富豪就免除了几亿的资本利得税，并且获取了巨额当年所得税抵扣额度啊！但在巧妙的架构下，这30亿的股票权还有实际控制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富豪的家族手里，富豪名利双收，分为未损，甚至赚取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作为这个完美闭环的架构师，每年合法地抽取着高达 2.5% 的资产管理费。架构师成了这些富豪们的守护神。第7种叫规则制定者，他们不用亲自的过问任何具体的账，他只需要出席最高级别的闭门会议和制定法律。他规则的人呢，就坐在一起喝茶。他的基金会早已经超越了敛财的初级阶段，他现在是一台庞大的政治游说机器和舆论控制中心。他通过为议员的家乡慈善项目注资，合法的购买选票和立法权。议员掌权之后，他从此掌控着一切的双杀大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以上7种操作厉害吧？慈善简直是一门生意啊！我建议以后做善事也好，捐款也好，捐物资也好，还真的有必要亲自的交给受捐者。大家怎么看呢？打着行善的旗号，榨取百姓血汗钱，中饱私囊，该当何罪？诸位看官，意下如何？大人冤枉啊！民妇活着的时候修桥铺路，施粥设米，谁不叫我一声假善人？哟，假大善人，这名头不小嘛。可这善字有几笔是真的呀？好一个假大善人！本官问你，你修桥铺路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是乡亲们自愿捐的。乡亲们为何捐给你？因为民妇说要修桥铺路，济贫救困。那你告诉本官，你济了哪个贫，救了哪个困？乡亲们的血汗钱，你是怎么花的？民妇修了桥，铺了路，盖了学堂。修桥花了多少？铺路花了多少？盖学堂又花了多少？修桥10支50两，铺路10支80两，盖学堂10支150两，剩下的银子去哪儿了？说。民妇把银子存起来了。存起来了？存起来做什么？民妇想着，善款要救助大众，不能救助个人。好一句不救助个人！一个快饿死的人跪在你面前，你说不救助个人？本官问你，那些存起来的银子，你打算用来做什么？本官再问你，你的善心到底去哪儿了？民妇的善心是假的。善心是假，中饱私囊是真。假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假人，你听好了，乡亲们捐的是救命钱，你却拿来给自己买面子。诸位看官，此人本官该如何处置？本官今日断此案，不为惩戒他一人，只为告诉世间所有人，拿别人的血汗钱给自己的立牌坊，这牌坊迟早会塌。